今年嘅施政報告預期嘅購房通同埋增加印花稅門檻都冇出現，但係美國聯儲局已經開始繼續減息。8月嘅住宅租金指數一如預期繼續破頂，CCL 更加突破58週高位。雖然今次嘅施政報告唔多見到有利好樓市嘅措施，但係樓市嘅消息似乎利多於弊。咁未來嘅樓價到底會係點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其實我啱啱講嗰幾個因素入面，你會見到喺樓市嘅基本因素係全部向好，但係施政報告入面嘅托市預期就落空咗。咁喺度我就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啦，點解政府需要喺市場回暖嘅時候需要去托市？所以一啲預期有但係冇出現嘅政策，對個樓市影響可以話係微乎其微。呢啲並唔係我哋投資者需要關注嘅重點。不過購房通同埋放寬印花稅雖然冇喺今次嘅實施出現啫，唔代表未來唔會出現㗎。所以喺呢條片，我會同大家分析所謂落空咗嘅政策對樓市有幾大嘅影響，同埋分析翻樓市喺2025年喺度發生緊啲乜嘢事。想知道嘅朋友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同時支持我嘅朋友麻煩你哋而家撳個讚先，不但可以表達對我嘅支持，同埋日後你都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最後，如果你都想定期接收對你財富有幫助嘅資訊，可以而家就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接收我哋逢星期五上晝8點半為你更新嘅影片。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講真嗰句，施政報告有啲乜嘢政策，大家年年都會好關注㗎啦。只要喺施政報告推出之前拉高大眾對樓市有好消息嘅期望，之後突然間冇出現，就會出現咗一個落差感，就可以講到未來樓市有幾衰。但係呢度有一個邏輯嘅問題，就係唔加分唔代表係減分。你預期會加到10分，點知冇加到呢10分，所以你就要覺得要倒扣5分。咁呢一個又係咪一個有效嘅分析嚟啊？咁我哋翻嚟樓市嘅基本面，其實同年初我講預測25年樓價升嗰陣時好唔同。第一就係美國減息真係發生咗，亦預期到會繼續減。第二就係個租金升幅完全突破晒年初嘅想像，即使喺網上嘅世界講到香港經濟有幾差，有失業潮、執笠潮，唔講仲以為要經濟崩潰。但係我哋見到嘅係香港恒生指數今年狂升，租金指數亦突破新高，甚至喺我生活嘅屋苑商場入面嘅人流都比年初多咗。我一直講緊嘅平行時空喺度出現緊，但係依家講緊嘅樓市就梗係睇租金啦。咁你冇理由一路睇住佢升，一路預期佢跌㗎。如果不斷咁講，長時間落嚟佢一定有機會跌㗎。年初嘅時候有好多人話有排跌，但係 CCL 未反映到。咁佢哋唔熟悉市場，睇唔出都好正常。但係嚟到今時今日 CCL 都突破埋58週新高，我又真係諗下想買樓嘅人會唔會睇唔出個樓市有變化呢？其實我一直都喺 YouTube 分享啲新聞應該點睇，但係我就比較懶，多數都係用第一城或者嘉湖去做例子。咁今次我又用第一城講咯，由年頭2月有一個1樓嘅殘莊企理單位338萬成交創新低，甚至有觀眾都問候我，去到減完印花稅之後開賣時 LSC， 我已經見到啲買家係搶緊400萬以下嘅低層單位。喺6月底都成交咗一個樓價比較高少少嘅單位，之後喺7月底有一個410萬零議價成交嘅筍盤。之後你就會發現近嚟我都冇乜講第一城嘅新聞，因為真係冇乜太大分別。直到近嚟又有啲低過400萬嘅成交出現，咁係咪又要代表睇淡呢？如果你係我嘅長期觀眾，你都應該會知道我同大家講咗依家係樓市嘅整固期，成交變少，波動變大。咁我哋而家睇真啲咯喎，咁呢一單嘅成交就喺9月中成交嘅，就382萬。其實代理話俾我哋聽係接連有極低層單位成交，亦即係話俾我哋聽想買平價嘅買家連最差質素嘅單位都搶埋啦。因為呢個單位係擺咗成半年，係經歷晒我啱啱講嘅時間，呢位業主都仲未賣得出，你都唔使期望佢嘅單位質素有幾咁高。依家想買得平嘅買家都要揀埋呢啲貨，亦代表市場開始缺盤嘅時間產生咗，亦即係代表市場剩翻啲心態好硬淨嘅業主。咁啱我就收到一個朋友路過第一城，就影咗呢張圖俾我睇。李家國已經喺佢嘅門口話俾第一城嘅業主聽，開始缺盤嘅情況出現緊啦。咁又代表發生緊啲乜嘢事呢？咁我就花咗少少時間整咗呢個 CCL 嘅圖表出嚟，就會對應到我之前一直講第一城嘅事，反映咗喺 CCL 上面。市場開始搶平盤嘅時候，購買力其實積聚咗喺一手，個 CCL 會造成表面上下跌咗好多。其實好多人都唔識睇。其實我一直喺度解讀緊樓市，
但係 CCL 即係個成績表冇上升到，一般人唔覺得轉緊勢。喺呢啲時間，我講個市場其實係會升，當然就好多人唔會 like 啦。最可怕嘅係而家成績表都出咗，而家係確實突破咗嘅時候，啲買家係會諗緊啲乜嘢呢？我哋要知道 CCL 突破咗，我諗真係想買樓嘅人唔會睇唔出啊嘛。實際上龍頭屋苑已經開始缺盤，又唔係冇買家睇樓。咁我一直同大家講，樓價升跌係買賣雙方角力嘅遊戲。而家有利條件直情係推晒落個業主度。咁首先就係個 CRI， 7月公佈嘅時候就已經創咗新高啦。其實喺8月係再創新高都係預期之內，但個升幅都幾驚人，係一個月超過咗1%。用上年12月到而家直情升咗超過5%。樓價只係升得唔夠2%，完全有一個追落後嘅空間。而且美國聯儲局都開始減息啦，仲要話俾你聽，預計未來2次都會繼續減息。咁市場有啲人認為香港最優惠利率都去到5.125厘，最多咪減到5厘，即係減到0.125厘就無以為繼啦。如果睇個 P 嘅話就係，咁佢呢啲諗法又唔可以話佢錯嘅。但係而家個樓按利率係用緊 P 減1.75厘。如果銀行真係想減息吸客，佢係可以喺按揭個封頂利率度着手㗎，所以樓按利率係可以繼續調整㗎。但係呢個都唔係重點，而係每次美國減息，香港同美國嘅息差都會收窄，咁會唔會有更加多嘅資金回流香港呢？畢竟之前係講到香港因為利差問題，可以喺香港借錢再去美國收息，咁既然利差不斷收窄，到利率差唔多嘅時候，啲資金又會唔會翻返嚟呢？呢個時候我哋就可以睇下港匯嘅走勢啦。其實8月中個利率上升嘅時候已經冇資金外流，而且港匯重新開始走強。如果個息差真係 keep 到收窄嘅話，港匯都好大機會重新觸及港元強方兌換保證，令資金流入香港銀行體系，再令 HIBOR 利率下跌。資金會唔會又好似我之前嘅影片講09年咁樣出現咗一個大漲小回嘅格局？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因為美國嗰邊係減緊息，個資金即使再流走都好啦，利率係應該會持續走低。好啦，咁翻嚟買賣雙方角力嘅條件。租又升，息又減，樓市指數話俾你聽回升，但係個市場就係有買家缺樓盤。咁你覺得買家會劈低業主個價嘅機會大啲啊，定係業主任佢開價嘅機會大啲呢？我諗呢個問題都唔需要我再解釋啦。咁喺呢個情況下，係唔係真係需要政府嘅施政報告去救市呢？咁樣睇落似係火上加油多過救活樓市，所以政府冇糖派落樓市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而家不論樓按同埋按揭限制早已經回復翻正常，市場有一定嘅買家將啲資金投入樓市。對於香港政府係想解決房屋問題嚟講，反而而家係最合適㗎。咁當然我嘅長期觀眾都知道未來上車盤係冇乜一手供應，喺年頭甚至上年，你會聽到啲人講未來新樓供應好多。其實個供應係側重晒喺換樓鏈以上，甚至係豪宅級別嘅物業。咁之前我都出過一條片講有關購房通嘅影片，分析翻購房通其實係叫內地有實力嘅買家嚟解決由於樓市下跌令換樓鏈斷理下，香港人未能夠消化到嘅新盤。雖然喺今次嘅施政報告入面未見到有購房通，但係起碼見到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將可計入投資住宅門檻從5000萬降到3000萬。其實對3000至5000萬嘅物業係有一定嘅支持作用。咁我講購房通嗰條影片，你又發現啟德跑道區唔係最離地嗰啲，又真係呢啲價錢範圍之內嘅售價，同購房通嘅目的又係咪有少少異曲同工之妙呢？其實本嚟購房通個目標就係消化一啲大冧心嘅供應，唔係香港樓市嘅主流，都唔係用嚟托市㗎。但係講開又講，購房通呢一樣嘢係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親口講嘅，並唔係市傳消息嚟㗎。咁我哋睇翻之前嘅報導，其實陳茂波先生只係話俾我哋聽，正與中央機構研究放寬內地人來港調配資金買樓。佢有冇話過俾你聽係會今次嘅施政報告度推出啦？冇啊嘛。我亦唔知點解坊間有咁多人講係中央講房住不炒，所以呢個計劃就要煞停。其實如果中央真係覺得要房住不炒嘅話，你覺得陳茂波先生夠唔夠膽喺記者面前講研究緊呢樣嘢呢？定係呢件事完全係陳茂波佢一廂情願？所以我作為一個投資者，有時見到網上啲分析，我都唔知講啲乜嘢好。咁既然陳茂波話俾我哋聽研究緊，可能未來真係會推出到。如果真係推出嘅時候，可能對個市場嘅情緒都有啲反應，但係呢個政策實際上應該都唔會利好成個嘅香港樓市，想買樓嘅持份者都唔需要咁擔心。
最後講返，而家其實要拉高個期待咁講樓市係變差，係唔係代表已經冇乜樓市基本面差嘅數據俾佢哋去大做文章，係值得我哋投資者去思考嘅。如果我講個供應量真係好似想像中咁溫行，甚至救房通真係推出市場，個樓市又會變成點樣呢？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加多有關買樓投資嘅資訊，都可以睇埋左手邊嗰兩條影片。最後，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我，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